Yo, 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看到我这个背景，森林一片。今天没有带你们驾 4x4 pickup truck， 也没有带你们驾 SUV。今天又是一个摩托的 content， 带你们骑摩托。然后看到这样子的背景呢，就知道我们今天骑的摩托是比较 adventure 一点点的啦。没有错啦，我身后这边就有4台 adventure bike， 其中就有 Suzuki 的最新2023年款式的 V-Strom 800DE， 还有3台 KTM 690 Enduro 都是属于 adventure category 的啦。当然如果要讲 adventure category 的话 KTM 的那3台会比较 hardcore 一点点。然后这一台 Suzuki 的 V-Strom 800DE 呢，是属于可能街用60%， Off-road 40%这样子啦。我知道外国好像有一个离地间隙比较低的版本，所以这一台是比较适合用来走 Off-road。像今天呢，他们3个就骑 KTM， 我一个人骑 Suzuki 罢了。这一台 Suzuki 的 V-Strom 800DE 呢，在 Facebook 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它的配置的介绍，所以今天配置方面我们就不会讲太多，最主要的是来讲这一台车的 Off-road 的使用感受马路的使用感受。我看到网络上面太多人做了，所以我就做 Off-road 的，跟人家不一样。今天你们看到我这个很狼狈，这样没有错，今天真的太狼狈了。刚才我们一路这样上来这边之前呢，我们先去吃了一个早餐，在吃早餐的时候就已经下大雨了，过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下了绵绵细雨，我们以为就只是那样而已，不会太严重。结果进 Off-road 之前，我们走甘蹦路的时候就下大雨了，然后我们一进到 Off-road 的时候，那个路是烂到非常够力。前面这一边呢是一个比较适合马路使用的轮胎当然它的花纹还是比较深的啦，可以应付一些 light off-road。前面的这个铝圈呢是这种铁质 rim 是比较适合 off-road， 因为它会扭动。整台车新车就已经变成那么肮脏了。前面的这个 fork 的盖全部都是这个污泥当然前方有2片 disc rotor， 具备 ABS 的功能。这一台车其实是一个蛮高科技的车来的，等一下我们慢慢讲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地方高科技，有什么地方吸引我。这台车前面是双碟刹，后面的碟刹也是有 ABS 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在后轮这边这个就是它的 ABS sensor 的那个孔位轮胎方面是一个150 70 R17， 后面的轮子是一个17寸。通常这种 adventure bike 呢，前面21，后面通常都是18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Suzuki 在设定方面就让它后面用一个17寸的所谓的铁质 rim。如果18寸的话，可能在侧面这样看过去，整个会更加协调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引擎配置，毕竟它的名字叫做 Suzuki V-Strom 800DE 嘛，所以它是一个接近于800cc啦，我忘记是700几了。然后是双缸，这一次它的这个双缸跟 V-Strom 650的双缸又不一样V-Strom 650的双缸是一个 V 型引擎，可是这个 V-Strom 800DE 呢，它用的是直列双缸，可是有2个平衡轴帮助抵消掉那个震动，所以这台车开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平顺性是很高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radiator， 原本它就有给了一个 radiator 的这个遮罩板，就是防止一些石头还是什么敲击到它。然后前面的这个 fork 呢是一个倒插的 fork， 我有看到有人讲它是 Showa 的，我也有看到有人讲它是 Kayaba 的，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什么牌子。brake 方面呢，在它的 brake caliper 是 Nissin 的品牌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Nissin 的字样。这个 Nissin 呢来头可不小是一个日本的大厂品牌。 Honda Civic EK9 Type R 的 Single Board 的 brake caliper 呢 Type R 版本也是 Nissin 做的，所以这个 Nissin 的 brake caliper 我个人是非常的有信心。然后刚刚我们讲到这一台车是非常高科技的，什么地方高科技呢？它虽然是一台摩托，可是它有 ABS。ABS 这个东西很普通了啦，但是它还有 traction control。traction control 就是你的车在打滑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收油门就好像我们的车的 traction control 那样。可是它的 traction control 是多段式可调的。我们来看一下，打开这个电源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eter 是全电子 meter， 可能有一点反光，看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 这边呢是 traction control， 我现在是用一个 G mode 啦，就是越野的模式。然后当然它可以更换成 off 关掉，然后它有其他的1号档、2号档、3号档。那我是开一个越野模式，因为今天是越野嘛。然后这个 SDMS 呢，就是它的好像我们车上的 Sport Mode、Eco Mode 跟 Normal Mode。我现在用的是 B for Basic，OK，A 是 Advanced， 就是比较有力啦，比较暴力。C 呢是 Comfort， 就是省油模式的感觉啦。然后 ABS 也是多段式可调的，我现在是用在2号档啦。这里有引擎的水温，还有空气温度，然后当然还有 Trip A、Trip B 油量表 RPM 红线是9500转，顶针是12000转通常这种摩托的 RPM 比起车的话，摩托都会比较高。再来一点就是这台车启动的方式呢，不需要按着等到它 start 这个 engine， 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它就可以启动引擎了。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引擎声音。
OK， 因为它是一个双缸引擎，所以你不会听到那种好像4缸引擎的声音，好像那种超跑声，没有。通常3缸以上才会听到比较好听的引擎声。可是我觉得这个引擎声其实还蛮不错了啦，很好听了，对我来讲。那配置方面，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就好。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整台车都是一堆污泥哦，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啊，这条路是一个山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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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蓝了，你看好，改天不要跟他们做朋友啊！真的不要啊！哎，改天下雨天不要揪。来了，2点几，直接下班。然后我来，1、2、3。不要帮忙哦，他妈的，真的是哦，在那边看到哦。然后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是一个悬崖，下面还蛮深的。我看一下海拔多少，现在是一个海拔189米，算起来是高了的。现在气温是28度。然后呢，刚刚我们上来的时候是用我的 helmet 上面的这里 DJI Action 3来做录影哦，拍了很多有趣的画面，也有看到我翻倒的画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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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哇！哦，很滑哦！其实骑这种 adventure bike 走 off road 翻倒的几率是有的啦，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速度下啊，这样子躺下去是没有多大的危险。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这台车的缺点之一，就是它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好像 KTM 的790啊，还是甚至今天一起来的690啊，这台车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220公斤到230公斤左右，所以在应付一些 off road 的时候，尤其是像今天这种已经下了1个星期的雨，整个 off road 里面的那些烂泥都是很黏很滑的，所以以那么重的车身来走这种路的话，像我这种初学者就会觉得比较有压力，比较难走，所以刚刚就不小心翻倒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你找多几个 buddy 一起 off road 一起玩。如果你一个人想要体验这种越野，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因为如果刚才是我自己一个人翻倒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把这台摩托抬起来，它太重了，需要2、3个人一起把它抬起来。然后如果是在斜坡抬起来过后，要从斜坡往上骑，我又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啦，没有到那个 skill， 没有这样厉害，没有办法。刚才就有几位朋友帮我处理这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啦，但是我还是会练手啦，就是希望可以以后把这台车越骑越好。然后这个配色呢，黄色、蓝色这样，其实我还蛮喜欢黄色的。如果有机会以后我的车我也要弄一下黄色啊，没有体验过，这次是第一次。其实我跟 Suzuki 还蛮有缘的啦，以前就有过 Suzuki 的 V100啊，这个也是 V 系列 V Storm 800，从100变800，哇，那个感觉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啊。对啊，刚才我出门前就把这台车的油箱加满了，它的油箱是20 L 的油箱。我建议啊，如果你走的是短途的旅行 off road， 不要加满油箱，因为这台车真的很重了，你再加满油箱，它变得更重，很难掌控。Highway 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把它当做 touring bike 来骑的话，长途行驶旅行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像今天一样，我们要 off road 又是雨天的话，这个油箱加满只会让你辛苦。这台车其实还蛮红的，很多国家都很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引进，例如台湾的朋友啊，他们也是很希望这台车可以赶快引进台湾。我不确定台湾现在引进了没有，可是马来西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一台是 fully import， 从日本全车进口，就是 CBU， 它不是 CKD 的，好像 Kawasaki 现在就已经在马来西亚 CKD 了啦 Moderna。然后如果你是问我有什么东西需要 improve 的话，这台车我会加装这个 crash bar， 因为刚刚倒下来，我不确定有没有把这台车弄花，其实还很心痛一下的嘞。然后这个 handguard 呢，虽然是原装的，可是我觉得它的 quality 好像有点普通，hard plastic， 可能会换掉。
然后后面我会想要加装一些架子啊，就是为了可以放一些 bag 啊什么之类的，以后载东西比较方便。好啦，今天这一集大概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我身后这一台 Suzuki V-Stone 800DE， 我个人目前暂时很满意这台车。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开着它走长途旅行，把它当成一辆 touring bike 来骑，然后也希望有更多机会像今天一样走 off road。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接下来还想看到我拍什么摩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不一定要重机哦，cấp仔也可以，小摩托也可以，中型摩托、大型摩托都 OK。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之前的摩托系列的影片的话，都可以到我的影片库找到有一个 playlist， 里面有从怎样考摩托开始，到我买第一台摩托，到我骑朋友的摩托，到今天这一部影片。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内容啦。那2024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我可以做更多不同的 content， 不单单只是一直在讲车，讲一讲摩托，讲一讲船啊、jet ski 啊、滑雪啊，都 OK。你们想看我讲什么，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